大家好，这里是乐道中医播客。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便携分层，顺时调治，灵枢寒热病中的分层诊疗与靶向救急。当你提起中医的时候啊，脑海里最先浮现的可能往往是那种慢条斯理的熬着汤药，或者是长年累月的温和调理，对吧？对，这确实是大家对中医最常见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内容绝对会重塑你的认识，这其实完全就是一部古代人体的战场急救手册。你想想看啊，当你突然嗓子哑了，觉得喉咙被死死锁住，或者半夜牙痛的在床上打滚，再或者经历了那种极度的疲劳，感觉身体彻底断电了，古人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为你画好了一张不用吃药，伸手就能按的人体急救宽健地图。没错，在今天的谈论里，我们会看到古人不仅给出了极具实操价值的靶向止痛方案，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极具深度的医学模型。就是说，疾病到底是如何突破你身体的防线，然后进行由表及里的3级跳的。我们要学会的不仅是如何应对突发的痛苦，更是如何听懂身体发出的报警信号，并在不同的病理层次进行精准狙击。3级跳这个概念我觉得特别形象，因为你平时生病可能只会觉得我发烧了，或者我浑身疼，但在古人的视角里，这其实是病邪在进行一场有组织的步步为营的入侵。是这样的，古人对疾病的认识绝对不停留在单纯的发冷发热上，他们建立了一个极其严密的组织学分层模型，主要是分为脾寒热、肌寒热，还有最深层的骨寒热。我们可以一层层来看，最浅的一层是脾寒热，就是敌军刚刚打到城墙外面。对，当病邪刚刚侵入你的体表，它首先攻击的是肺的气机，因为中医讲肺主皮毛嘛。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皮肤极其敏感，连贴着床单都觉得难受，而且你的毛发会变得焦枯，鼻腔干涩。最关键的一个指标是，你完全排不出汗，就是说表层的通信和水源系统被直接切断了。那如果这个时候防线没有守住，病邪继续往里走呢？那么病邪就会进行第2次跳跃，深入到你的肌肉层，这就叫肌寒热。中医认为脾主肌肉，其华在唇，所以当病邪深达肌肉的时候，你不仅会出现全身肌肉的剧烈酸痛，毛发依然焦枯，而且你的嘴唇会变得极其干裂，甚至脱皮。这时候邪气被死死闷在肌肉深处，依然是排不出汗的。哇，嘴唇干裂，肌肉剧痛，这已经是身体在拉响终极警报了。但我记得在这个分层模型里，最危险的其实是病邪的最后一次跳跃，也就是骨寒热。古人在讲到这里的时候，留下了一句极其凶险的断语，叫做迟已槁，死不治。这听起来真的非常绝望。为什么牙齿枯槁、失去光泽，竟然成了生命力即将断绝的最后通牒呢？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也非常深沉的问题。中医的底层逻辑里有一句话叫肾主骨，齿为骨之余。骨寒热的本质其实是邪气已经长驱直入，深深扎根在你的骨髓之中了。它开始疯狂耗干肾里面的先天精气，已经伤到根本了。没错，这个时候人体不仅会陷入极度的烦躁不安，更会出现一个致命的症状，叫做汗注不休，就是大汗淋漓，止都止不住。汗注不休，这听起来已经不像是普通的出汗了，感觉更像是身体的水坝彻底决堤了。正确的说，是你生命的气机在向外溃散。如果我们跨界到现代重症医学来看，这就显得尤为震撼了。在现代的重症监护室，也就是 ICU 里，那些处于感染性休克末期的患者，他们的微循环其实已经彻底崩溃了。在这个阶段，人体会爆发强烈的交感神经风暴，导致全身毛细血管极度扩张，血浆大量渗出体表。你看，这跟古人当时观察到的汗注不休，在生理机制上是完全吻合的。
天哪，我明白了。也就是说，那种大汗其实是体液和生命力在无可挽回地流失。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牙齿会变成报警器。如果我们把牙齿看作是身体血液供应的最末端，当核心区发生重度休克的时候，身体为了保全心脏和大脑，肯定会最先切断边界地带的微循环。你的这个现代医学视角的补充非常精准。现代牙科病理学告诉我们，牙齿内部的牙髓是富含微血管的，一旦周边的微循环被切断，牙髓瞬间就失去了血液灌注，没有了血液滋养，牙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失去折光度，变得暗淡、灰黄、干枯。2000多年前的古人没有显微镜，更没有生命体征监测仪，却通过肉眼观察牙齿的光泽，精准判断了微循环彻底崩溃的绝后。这确实是一种极高明的智慧。是吧？这种洞察力真的让人敬畏。平时牙齿被我们当成咀嚼工具，但在极度危重的时候，它竟然是生命防线彻底失守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呼，听完这些深层的危重信号，咱们稍微喘口气，把沉重的话题拉回大家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里。讲完了最深层的崩坏，我们来看看体表那些突发的急症。比如说啊，你肯定有过这种经历，重感冒之后，或者去 KTV 大喊大叫之后，突然之间嗓子剧痛，发不出声音了。古人称为爆音气结儿，那种感觉就像是喉咙里被塞了一把生锈的锁，死活都打不开。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自救？面对这种暴疾，古人有一套非常精妙的体表急救宽系系统，在人体颈项部及周边分布着被称为天有5部的关键节点。你可以把这5个部位理解为你身体表层气血上下沟通的咽喉要道，就是交通枢纽，对吧？对，当风寒之气克于咽喉，导致局部气机彻底卡死，声带痉挛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强行清嗓子，而是要找到通往咽喉的那个总髋关。这个髋关就是天突穴。大家现在可以伸出手指，摸一下自己两侧锁骨正中间那个凹陷的窝。来，大家现在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来做，找准你锁骨中间的这个窝，这里就是任脉的天突穴。从现代解剖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位置非常精妙，它正处于调控喉部肌肉和神经的关键通路上。按压这里，绝不仅仅是让你局部的肌肉放松，它更是对喉返神经和迷走神经的一次压力重置。当受到适当的物理刺激时，这股信号会迅速传导，瞬间松解闭锁的声带痉挛。来，你现在边听边和我一起体验，用你的食指指腹放在天突穴上。注意啊，千万不要用死力气向后硬戳你的气管，那样是非常难受的。你的指腹要贴着胸骨的后方，向下向内轻轻的勾按，保持这个轻微勾按的力度，先别急，慢慢感受一下。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种非常明显的酸胀感，对，甚至喉咙深处会引发一声轻轻的咳嗽，这完全正常，顺着它呼吸就好。保持这个力度，同时咽一下口水，就这样持续勾按1到2分钟。你能感觉到吗？起初的那种紧绷感过后，紧接着就像是有一股气突然被理顺了，紧绷的喉咙深处传来一种如释重负的通畅感，简直就像是给闭锁的嗓子按下了一键重启。这种通畅感其实就是痉挛的神经被松解，局部气血重新恢复流转的直接体现。只要找准了靶点，身体的反馈真的是立竿见影的。这种伸手就能解决痛苦的实操真的太实用了。既然提到了突发的剧痛，我必须要抛出大家平时最头疼的下一个痛点了——牙痛。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你牙痛的时候，是不是也只知道痛苦的捂着腮帮子，疯狂找止痛药？但古人竟然说，牙痛不只是牙本身的问题，还要看是哪条经络在报警。这就完全打破了我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常识啊！确实如此，古人在处理牙痛的时候，有着极其严密的分经靶向管理思维。因为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不同的牙齿归属不同的经络管辖。经文里分得非常清，叫做上齿溃取足阳明，下齿溃取臂阳明。翻译过来就是你的上牙痛
归足阳明胃经管，下牙痛归手阳明大肠经管。等等，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下牙痛，我居然要去按手？我之前看现代神经解剖学图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巧合：手阳明大肠经从手部一路向上的循行走向，竟然完美契合了现代口腔解剖学中支配下颌牙齿痛觉的三叉神经下颌支的分布路径。古人这是在2000多年前就隔着皮肤把神经系统给摸透了吗？这个跨学科的联想非常准确，这恰恰是中医经络学说与现代神经解剖学完美契合的高光时刻。为什么下牙痛要按手上的虎口，也就是合谷穴？正是因为你在掐按合谷穴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调节三叉神经的痛觉传导通路。通过对末梢神经的强刺激，你直接阻断了痛觉信号向大脑的传递。原来如此，如果你现在正好下牙痛，或者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马上就可以试试用大拇指的指甲集中地掐住对侧手背虎口的合谷穴，注意一定要用力掐到那种极度酸胀的程度，同时让你痛侧的上下牙齿轻轻做咬合动作。当你按下去的那一瞬间，那种钻进骨髓的跳痛就像是被一刀切断了电源一样，瞬间消失，绝了。那上牙痛呢？既然上牙归胃经管，按合谷穴还有用吗？如果是上牙痛，按合谷穴就几乎没有效果了，因为靶向不对。上牙对应的是现代医学里三叉神经的上颌支，这个时候你的急救关键在脸上，你需要找到痛侧耳垂前方，也就是你用力咬牙时会有一块肌肉隆起的地方，这叫颊车穴，就是咬肌那个位置。对。同时配合颧骨正下方的凹陷处，你要用力揉按这两个地方，直到产生强烈的酸痛感。上牙痛往往伴随着胃火上炎，按压这里能把郁结的热气迅速散发出来，从而达到精准止痛的目的。上牙痛按脸颊，下牙痛掐虎口，这种分经靶向打击的思路，简直就像是给身体安装的精确制导系统一样。不过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人体的这些开关这么神奇，那是不是意味着我随便买套针，或者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哪里不舒服，我就可以随便猛按乱扎一通呢？绝对不行，这就触碰到了医道中极其严肃的红线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空间上的精准定位，但在古人的系统里，治疗不仅要看部位，更要看时间。古人定下了极严谨的4季针刺定律，叫做春刺桡，夏刺腠理，秋刺脉，冬刺骨。也就是春天只能干预最浅表的络脉皮肤，夏天深入到肌肉腠理，秋天是血脉，冬天才能深达骨髓。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跟着季节走啊？听起来像是在遵循某种不可违逆的自然法则。没错，因为你身体的气血运行是与天地四时同频共振的。你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棵大树，春天万物复苏，大树的树叶开始向枝叶末端输送，你体内的阳气也生发在体表，而到了冬天，树木落叶，枝叶回流到根部，你体内的阳气也必藏在最深处的骨髓里。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节律去强行干预，或者触碰了人体的5大痈疽致命区域，比如背部深处、颈项部深处这些五脏精气外达的关键点，不但不能救急，反而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那如果我冬天阳气在骨子里的时候，非要在体表做极其强烈的泻法，或者在不该深刺的季节强行深刺，会发生什么？古人称之为刺重而不去，则精泻；刺轻而不去，则滞气。如果你在不该深刺的时候盲目操作，会导致你体内宝贵的元精顺着针孔或者过度打开的腠理外泄，整个人会瞬间虚脱。反过来，如果没有命中邪气就放弃，会把病邪死死闷在体内，造成气血严重瘀滞，最终在体内生出致命的毒疮痈疽。这就警示我们，一切医疗干预都必须顺应天地气机的升降出入，体现了对生命系统深深的敬畏。这确实是一条不容逾越的红线。那么顺应着这种敬畏生命的逻辑，我想提出今天探讨的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迫切的生活应用场景了。假设你刚做完了一场大手术，
或者经历了大失血，再或者就是现代人最常见的，你连续熬了半个月的夜，项目终于结束了。这个时候，你感觉四肢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古人把这叫做体堕。面对这种身体电池彻底没电，连按压刚才那些痛点开关都没力气的极端状态，我们该怎么办？面对这种体堕，任何针对四肢末端快关的刺激都已经失效了，因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局部卡住了，而在于本源没电了。古人给出的破局之法是4个字：体堕取关元。极度的耗损、严重的创伤，本质上是打散了你人体的元气根基。用现代医学的话说，这是极其严重的应激反应，导致了内分泌与自主神经功能的全面受损。既然物流和防疫这2大系统都崩塌了，那为什么关元这个穴位能救命？我记得关元是在肚脐正下方3寸的地方，从解剖学上看，这个位置恰好对应着盆底核心区，那里富含极其密集的自主神经丛和生殖内分泌腺体。你的对应非常精准。关元不仅是任脉的核心，更是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这3条重要经络的交接之处，它是你人体的元气之海。在这个位置进行干预，就相当于越过了所有瘫痪的外围网络，直接在你身体的生化之源上点火，重新激活你全身的内分泌和脏腑张力。所以大家记住了，面对这种极度的疲劳和创伤，不要再去折腾四肢了，守住丹田，守住关元，才是你唯一的治本之法。现在我就教大家一个极其简单的睡前实操——丹田温补术。每天晚上睡觉前，平躺在床上，把你的2只手掌心疯狂地摩擦，搓到极度发烫为止，然后把双掌叠放，直接贴捂在肚脐正下方3寸的关元穴上。记住，这时候千万不要用力去揉搓，不需要任何推拿手法，就是静态的捂热它。是的，静态的温养是关键，同时你需要配合深缓的腹式呼吸。对，现在你可以试着闭上眼睛，吸气的时候让肚子微微鼓起，去迎接你手心的热度；呼气的时候彻底放松，去臆想你手心的那股纯阳的热力正在一丝一丝地穿透你的小腹皮肤，渗透进你身体的最深处。这就像是给你那辆电瓶彻底耗竭的汽车直接插上了大功率的充电桩。如果你能坚持这样静态温捂15到20分钟，去感受那种热力弥漫整个盆腔的熨贴感，第2天醒来，你会发现那种四肢灌铅的沉重感大幅度减轻了，整个人有了一种从深层焕发出来的底气。这种从本源上的回冲，正是中医固本培元的最佳体现。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这么多，从病邪深层渗透的3级跳，到天突穴的一键松解，再到牙痛的分经靶向管理和关元穴的深度温补。其实我是希望大家能建立起一个新的认知，你的身体拥有一套极其精密且智能的仪表盘，不管是牙痛、嗓子干还是极度的疲惫，它们都不是单纯的烦人症状，而是身体各个分层发出的保警信号。没错，这也就是今天这场探讨最想带给大家的礼物。下次当你的身体再次出现不适时，在吃止痛药之前，不妨先停下来听一听，是哪个层次、哪条经络在呼唤你。用我们今天学到的靶向开关去回应它。如果你的身体是一张顺应40的精密网络，那你平时每一次深夜熬夜刷手机，又是在无形中切断了哪里的微循环呢？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这里是乐道中医，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疗愈。下期我们再慢慢聊，再见。